兵变，俄士官太残暴，遭手下报复。俄步战车集群突袭恰西夫亚尔，不料却变成卖队友大戏。俄防空系统耗尽，急需寻找出路。法德携手研制下一代坦克。乌克兰游击队 Atesh 近日报道，一名俄罗斯士兵在扎波罗热地区对其指挥官开枪。该事件发生在1月14号。报道指出，俄罗斯第64独立摩托化步枪旅的士兵因不满指挥官的暴行和剥削而采取了这一极端行动。根据 Atesh 提供的消息，一名驾驶员兼机械师的俄军士兵，由于一系列他无法服从的命令，手持一把5.45毫米口径的 AK 系步枪向自己的指挥官开枪。事后，该指挥官被证明为抢救无效。该事件已引起俄罗斯军方的高度关注。俄军第51460军事部队指挥部开始加强对个人武器的限制，防止类似暴力事件的再次发生。据士兵们反映，扎波罗热地区的服役条件异常艰苦，指挥官的暴行让士兵饱受折磨。士兵们称，他们遭受来自上级的非法惩罚、威胁，甚至手机被没收，工资卡也时常被扣押。据 Atesh 透露，部分指挥官还要求士兵支付贿赂，否则就将其指派进行自杀式任务，进一步激化了军内的不满情绪。除了扎波罗热的事件，游击队还报告称，俄罗斯军队在赫尔松地区也出现了更多的不服从和破坏行为。2024年10月下旬，俄罗斯第1440摩托化步兵团的士兵拒绝执行向扎波罗热地区推进的命令，部分小队甚至因为不愿发起进攻而遭到俄军宪兵逮捕。乌克兰安全部门表示，扎波罗热地区的战线戒备森严，对俄罗斯军队而言，进入该地区执行攻击任务几乎等同于自我了断。因此，尽管该地区并未发生重大攻势，但俄罗斯军队内部的内斗和不服从行为却日益加剧。这些事件暴露了俄罗斯军队内部士兵与指挥官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重。同时，该事件带来的还有无可避免的士气低落，军内的破坏和不服从现象频繁发生，进一步加剧了战斗的困难和士兵的愤怒。2025年1月24号，乌克兰东部查尔夫亚尔地区传来最新战报，乌克兰24机械化旅成功摧毁了4辆俄军 BMD-4 步兵战车，阻止了敌军的一次突破性进攻。该旅的新闻服务部通过视频分享了相关战斗画面，展示了乌军在激烈防守中的精彩表现。根据乌克兰24机械化旅的官方声明，乌军士兵依靠事先准备好的防线和部队间的协调配合，成功消灭了4辆敌方装甲车辆。我们的部队成功阻止了敌军在查西夫亚尔地区的再次进攻，击毁了4辆俄罗斯装甲车辆。该旅指出，此次袭击中参与进攻的俄军空降部队出动了6辆 BMD-4 步战车，其中2辆成功撤回阵地。视频显示，一支机械化车队在城市中移动，经过无人机侦察后，开始遭到精准火力打击。期间，俄军装甲车起火，还没等车停稳，大量俄军士兵从着火的装甲车中仓皇出逃。剩下2辆俄军步战车眼看大势已去，竟然甩下刚刚从车底逃出的俄军向后方逃窜，只留下这些没有重火力的俄军成为乌克兰无人机的活靶子。查西夫亚尔自2024年4月初爆发激烈战斗以来，已经持续了超过9个月。俄罗斯军队在这段时间里成功推进了约5公里的距离。2024年7月中旬，俄军完全占领了位于城市左岸的卡纳尔社区。该地区由西弗斯基、顿涅茨、顿巴斯运河分隔。随后，俄军的前沿部队于8月初成功越过运河，自此战斗转入城市内部。自2024年冬季以来，俄军再次加大了对查尔夫亚尔的进攻力度，试图迫使乌克兰防卫部队撤退。乌克兰24机械化旅的士兵表示，除了机械化进攻外，俄军还采取了小规模步兵小组渗透战术，试图悄然突破乌军防线，积聚力量后发起攻击。此外，俄罗斯还持续通过炮兵、空袭和攻击性无人机对乌克兰防线进行打击，前线持续激烈，乌军屡有斩获。2025年1月初，乌克兰24机械化旅的RAROG 营无人机操作员在巴赫穆特地区摧毁了4辆俄军 T62 坦克，并在当天成功摧毁了3辆 BMP-2 步兵战车。此外，该营还使用 FPV 无人机摧毁了1辆俄罗斯 MT-LB 拖拉机，拖拉机上搭载了 MERCH-2 型海军多管火箭系统。24机械化旅的作战行动再次展示了乌克兰军队在抵御俄军攻势、打击敌军装甲力量方面的强大能力。
尽管前线持续激烈，乌军仍以顽强的防守与精确打击为己任，稳固了查西夫雅尔的防线，极大地削弱了敌军的攻势。随着战斗进入更为关键的阶段，乌克兰部队的战斗力和战术不断得到验证，查西夫雅尔的战斗无疑将成为乌克兰东部战局中的重要一环。近年来，乌克兰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显著增加，针对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目标展开打击。这一行动是乌克兰对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平民基础设施的回应，并且在获得批准使用外国援助的导弹攻击俄罗斯目标后，乌克兰的军事打击得到了进一步升级。面对日益增长的空袭威胁，俄罗斯正在采取新的防空策略，力求保护国内关键设施免受攻击。俄罗斯的防空系统由多种先进的现代化系统与经过升级的苏联时代装备组成。冷战时期，俄罗斯在防空技术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主要用于应对西方国家的空中威胁。今天，俄罗斯的防空战略依然采用分层防御模式，包括远程系统如 S-500 普罗米修斯，能够拦截高超音速导弹和低轨卫星 ；S-400 胜利系统则可打击包括飞机、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在内的多种目标，作战范围可达400公里。除了这些高端系统，俄罗斯还依赖升级版的苏联时代装备，如 S-300 系列以及 Bak-2 系统，它们提供中程和短程的机动防御能力。各个系统之间的互补作用，形成了对多种空中威胁的覆盖网。然而，俄罗斯的防空系统配置虽然曾经十分强大，但现在面临着极大的压力。由于俄罗斯将大量防空力量部署在乌克兰前线保护地面部队，这导致其防空力量在长时间的激烈战斗中遭遇了严重损失。据 Orinkospincorp.com 网站报道，乌克兰已摧毁274个俄罗斯防空系统，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实际损失数字可能更高。这些损失使得俄罗斯很难同时保障国内重要目标的安全，以及继续支援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俄罗斯的防空压力进一步增加，原因之一是乌克兰导弹和无人机的射程不断扩大。乌克兰现在获得了使用美国 ATACMS 和英国风暴阴影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军事目标进行打击的许可，同时乌克兰也在增强本国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能力，进一步加大了对俄罗斯防空资源的挑战。随着这些武器射程的增加，俄罗斯需要保护的潜在目标也随之增加。另一大挑战是，许多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仍依赖苏联时代的技术。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防空系统也面临着猫鼠游戏的不断变化，新型导弹不断涌现，旨在突破老旧防空系统的防线。这使得俄罗斯依赖苏联时代技术的防空装备，在应对乌克兰日益先进的导弹和无人机时，效果变得有限。而乌克兰的创新工业基地不断提升无人机和导弹的抗干扰能力和打击精度，进一步加剧了对俄罗斯防空的压力。随着乌克兰对俄罗斯目标的打击能力日益增强，俄罗斯正在重新评估并调整其防空策略，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安全局势。面对防空资源的不足，俄罗斯可能需要寻求新的防御方法，确保其国内关键设施的安全，避免空袭造成进一步损失。法国国防部于1月23号宣布，参与未来地面主战系统项目的主要公司已与德国公司正式开展合作，成立合资公司以开发技术基础，确保合作的有效开展。这一合作的正式启动，标志着法德两国在这一重要项目上的进一步进展。协议的签署发生在法国国防部长安巴斯蒂安·勒科尔尼与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在巴黎会晤时。根据法国国防部的声明，随着双方企业签署协议，这一合作迈出了关键一步，为项目的有效推进奠定了基础。早在2024年4月，法德两国的相关公司，包括法德合资的 KNDS 防御系统公司、泰雷兹公司和莱茵金属等，就曾宣布计划成立类似临时公司集团的项目公司来领导此项工作。知情人士透露，此次签署的协议正式确定了公司结构的股东安排。地面主战系统计划由法国和德国等额资助，并由德国主导，目标是到2040年用新型武器取代现有的法国勒克莱尔坦克和德国豹式主战坦克。去年4月签署的政府间协议确认了法德两国企业在此项目中的任务分配。根据协议，德国将负责平台和自主导航以及防护无人机防御，法国则负责创新火力，尤其是导弹技术和传感器。此外，双方还将共同负责炮塔和主炮、通信系统和数据网络模拟以及基础设施等4项技术支柱。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